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问候，你好怎么说？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？什么故事啊？快说来听听。我有个外国朋友，他来中国，然后呢？遇到什么趣事了？他说中国人怎么老问他吃没吃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吃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他以为每次都请他吃饭呢。想象一下，每天都被问这个。他很困惑，以为大家都很关心他。其实，这就是一种特别的问候方式。是啊，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好。没错，很多人学中文，第一句就是你好。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真的常说你好吗？好像并不总是这样，是吧？对，比如遇到熟人，就不太说你好。感觉有点生疏，或者太正式了。是的，所以什么时候才说你好呢？第一次见面，或者不认识的人。对，比如去商店，对店员说你好。或者打电话，不知道对方是谁时。那除了你好，还有什么问候语呢？刚刚你提到的你吃了吗？就是一个。这个可真让人印象深刻。他不是真的问你吃饱了没有，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关心和问候。对，更像是一种表达友善的问候。只是中文听起来更关心你的胃。哈哈，没错，很有生活气息。还有别的吗？比如早上遇到同事，早上会说早上好或者早啊。那要是下午呢？或者晚上见面，下午好和晚上好也会用，但感觉没早上好那么常用。对，下午和晚上可能直接说名字。或者说你去哪啊？干嘛去？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问候方式。听起来更像是朋友之间的对话。是的，关系越近，问候越随意。就像好久不见也是一种问候。还有看到别人在忙，会说忙着呢。这些都比你好更具体。所以，问候语真的很有意思。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关系来选择。不能一直只用一个你好，那会显得有点点不自然。对，多听多观察很重要。慢慢就能学会更地道的问候。没错，这需要一些时间体验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下次我们继续聊更多文化。我觉得问候不只是言语。对，还有很多肢体语言。比如微微点头，表示尊重。是的，尤其对长辈和上级。握手也是一种正式问候。第一次见面或者商务场合。但是朋友之间就很少握手。哈哈，那会显得太生疏了。可能就拍一下肩膀。或者说早啊，更随意。我发现很多人会说吃了没。这个问候语特别有意思。他不是真的问你吃饭了吗？对，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。包含着一种很地道的关心。尤其是在长辈之间很常见。我奶奶就经常这样问我。哈哈，
这简直是招牌问候。感觉很亲切，很有人情味。对，比你好亲近多了。以前食物不那么充足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关心温饱问题，所以问候就带上了这种色彩。是社会背景的体现。这种问候，外国人很难懂。他们可能会真的回答没吃。哈哈，然后你还要请客吗？哎呀，这就造成误会了。所以文化背景非常重要。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。我记得我有个外国朋友。哦，他遇到什么情况了？他第一次听到吃了没，后来他又怎么回应呢？他特别认真地告诉我吃了啥。哈哈，一定很有趣的场景。对，当时我们都笑翻了。你觉得这个问候在什么情况下用最自然呢？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熟人，尤其是邻里，对，或者单位同事之间，这种关心能拉近距离。其实这反映了中国文化里重视集体和人际和谐，比起个人独立更看重连接。问候语真是个大学问。哎呀，那如果是线上问候呢？比如微信上要怎么开头？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聊吧。哎呀，别下次了，就现在。哈哈，你对线上问候这么好奇？是啊，微信上怎么开头最自然？我觉得简单直接就好。比如，就一个你好吗？或者加个表情符号。对，表情能缓和气氛。但有时候一个在吗很常见。在吗？我总觉得有点正式。哈哈，其实更多是想确认对方。确认对方在，然后呢？确认在，就方便接着说事。我有个朋友，就因为在吗闹过笑话。哦，快说说，怎么回事？他以为我在问他有没有空帮忙。原来是这样，理解错了。我只是想问他周末有没有出去玩。哈哈，这误会真有趣。所以开头语真的很关键。是啊，尤其是在没有语气的线上。语气要靠文字和表情来传递。这就牵扯到我们说话的习惯了。中国人习惯先铺垫一下，不像西方人那样直接切入主题。对，关心你最近怎么样，再提要求。这也是一种礼貌和尊重吧。是的，让人感觉被重视。那如果想问一个不太熟的人，线上问候怎么能更自然呢？我觉得可以先提一句共同点，比如之前在哪里见过，或者提到共同的朋友，这样更容易打开话题，对吧？对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我发现发消息的时机也很重要。哦，时机，怎么说呢？半夜3更发消息，有点吓人。哈哈，确实会让人误会。以为有什么急事，心跳加速。最好是工作时间或者饭后休闲，这样对方回复起来也方便。
是的，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。哎呀，线上问候学问真不少。还有一种情况更让人头疼。哦，什么情况？快告诉我。就是需要跟陌生人借钱的时候。哇塞，这个开场白肯定很难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好的，我得好好准备一下。肯定有很多有趣的经验。说不定还有一些糗事呢。哈哈，糗事肯定少不了。对啊，尴尬瞬间太多了。不过，除了借钱这种大难题，还有哪些开场白有讲究？比如说面对新同事的时候，哦，职场问候也很重要。你会直接说你好吗？我一般会加上名字。比如张工好或者李杰好。这样听起来比较亲切。是的，也有礼貌。但如果不知道对方姓名呢？这就有点难了。我通常会先观察一下。对，或者等人介绍。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够了。或者一个微笑，轻轻点头。这种无声的问候也很棒。是啊，尤其在电梯里。突然出声会吓到人吧？哈哈，没错，气氛有点诡异。那要是碰到认识的人，但又想不起名字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是我常遇到的。我通常会说好巧啊，然后赶紧想是哪个朋友。哈哈，我也是这样。假装很熟的样子聊天。这也算是一种社交智慧吧。确实，避免直接的尴尬。中国人不太喜欢直接指出，尤其是一些小细节方面。觉得那样不太给面子。哇，这里面学问好深。所以间接问候很多。那对长辈或者小孩呢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问候长辈很讲究。是的，比如您好。或者直接喊爷爷奶奶。对小孩就随意很多了。可以说小朋友好啊。哎，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哪种问候方式最让你头疼呢？肯定啊，语气都会变。确实需要注意。还有一种特别的问候。哦，什么特别的？就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。那估计就更难了，下次聊。哈哈，别下次了，就现在。真的吗？那种正式场合啊？对啊，比如商务会议上。哦，那就不只是你好了。可能得说久仰大名了。哇，这听起来好庄重。显得你特别有礼貌。眼神也要到位才行。是的，不能马虎大意。感觉全身都在表达敬意。我有一次就闹笑话了。哦，快说说看，什么事？第一次见客户，太紧张。你当时究竟说了什么呢？我竟然说你好呀，小朋友。笑天啊，他得多尴尬。我当时恨不得找地缝。
哈哈哈，这个例子太真实了。所以场合真的太重要。小细节真的决定成败啊。没错，除了话语，还有肢体语言。比如微微的鞠躬点头，比直接挥手要正式。有种客套话的感觉。对，这叫虚礼文化。它能拉近彼此距离，显得你更懂人情世故。以前还有吃了吗问候，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。关心温饱，那时真的非常真诚。现在说吃了吗，大家会怎么想？可能会觉得有点过时，但也是一种关心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换个说法会更好。比如最近怎么样啊？这样说更符合现代习惯。所以，关于老师问候，大家觉得呢？哪种老师问候最有趣？像您去哪儿也少了。现在很少人会这样说。哎，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，突然遇到一个陌生人，然后呢？但又必须得打招呼。我通常会微笑点头。我也通常这样，觉得最安全。或者说一句礼貌的你好。不管遇到谁，这句话都适用。没错，简直是万能公式。那么，如果对方不回应呢？哇，这可就尴尬了，下次再说。哈哈，那可不行，得想办法。也许对方没听到你说话，或是当时害羞了，也有可能在忙碌。所以不必太在意。对，保持平常心就好。那么，朋友之间呢？朋友就轻松多了，可以直接说嗨，或者最近怎么样？更随意一些，对吗？没错，更有人情味。那如果很久没见呢？好久不见了，这句很经典，表达了思念之情。还有一种是疑问句，比如你干嘛呢？像在关心对方。拉近了距离。确实，语气很重要。同一句话有不同感觉。比如说你好啊和你好，啊字显得更亲切。这就是中文的魅力。细微之处见真情。问候语真是学问。是的，内容真丰富。我们今天聊了很多，真的很有意思呢。从陌生到亲密问候，都学到了不少技巧。我发现问候不仅是打招呼，更是表达一份心意。感受到了文化温度。那么，大家平时会怎么问候呢？遇到陌生人，你如何开口？有没有特别的经验分享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很期待你的故事哦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道别，比如再见的不同说法。敬请期待下期节目。我们下期再见啦。